现在明白了，你不是为了那小儿，也不是为了朝堂上的诸公做说客，你是为了天下的百姓做说客呀。好一个菩萨心肠啊！我不是菩萨心肠，本宫是大楚长公主，自是不能看大楚崩乱。本王之前说过了，一直钦佩楚将军，又十分欣赏楚娘子。你看，你与本王联手如何？如何联手？本王如果称帝，那阿寻就是太子，你依然做太子妃，以后你就是大楚的王后。我还可以答应你，掌管边军的兵权，且独立于朝廷虎符之外，如何呀？原来做萧寻的王后，还能换得这样的权利啊！本王没有跟你说笑。我知道，王爷是真心实意，但很可惜，本王给你的还不够吗？你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请王爷止战。哼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本王可以说服你，你没有资格说服本王。我也不是来说服王爷的，而是来威胁王爷的。你如何能威胁我呀？萧寻，话说寻儿这孩子，至今还留着长公主的庚帖。当初她跪了3日3夜，说什么非亲不娶，长公主请旨退婚。寻儿一直不明白，她到底做错了什么。今日一看，答案是了然了。这位就是谢统领吧？早闻威名啊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当时宫变，统领率着轻骑破万军，真英雄也。王爷说这话当真有趣。我退婚是为了大楚的江山百姓，可不是因着儿女情长。王爷这般威名眼界，何谈逐鹿天下？好一张利嘴啊！不过本王没有忘的话，谢统领的兄长也是胸怀大志之人。如果来日刀兵相见，谢统领站在哪一边呢？我效忠的是陛下，是长公主，是大楚江山。谁谋害皇嗣，谋害长公主？便是我这剑锋所向。果然是以一敌百的英雄。少年有为。王爷可知，能以一敌百的不止谢统领，还有龙威军。龙威军？龙威军，王爷一定听说过吧？以少胜多，平了皇城叛乱的龙威军，那是我爹倾心尽力培养的。他们神出鬼没，可以伪装在各处。王爷又怎知你这萧南王府就没有？若是王爷今日肯退兵，便当无事发生。这就是你刚刚说的威胁？你想用龙威军杀了寻儿，还想杀本王？王爷大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场赌局。城外5000兵马，城内5000龙威军。倘若里应外合，王爷又该如何应对？
早有准备，这是要瓮中捉鳖呀！报！苏某明北门陈兵1500，东西南暂住城门，各陈兵500。哎呦，不多，这还不多啊！望城屯兵只有500，怎能打得过这3000朔漠精军呢？仗还没打，说什么丧气话？你当老子带的300楚家军是吃干饭的？你们望城躲在云中郡背后过惯了舒服日子，你们防备如此疏忽啊！800也打不过3000，放屁！800楚家军能干翻他3000。你要是再扰乱军心，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祭旗？3000兵马入境，为何没有走漏一点风声？除了萧巡，还能有谁？这是打开自家后院，引狼入室。既然他们在东西南门各占兵500，那只要我们集中兵力从南门突围，就有机会护送长公主出去。对呀，阿昭，你此刻走，我们断后，我拼了命也能把你送出城去。不能走。我们不能让望城百姓沦为朔漠的刀下亡魂，更不能让萧巡的计谋得逞。望城在云中郡后方，若是朔漠打下望城，萧南王一定会趁势出兵，朔漠就有机会夹击云中郡，到时大楚势必陷入战乱，萧巡再趁乱夺围。所以，望城不能丢，我也不能走。你没事吧？葛大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又是哪路神仙啊？望城城门已经被朔漠人给封死了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位是苍木寨的葛寨主，这位是葛大婶。苍木寨，山匪。对。我们从东门闯进来，那边约莫有500朔漠人。葛大婶，你来的正好。如果需要，吩咐便是。我们先回府衙议事。你跟那丫头只字未提。葛大婶，苍木寨的弟兄们又来相助，楚昭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先前对抗萧南追兵，已是连累大家。如今望城危急，竟又要拖累你们。话这么说就见外了。我们苍木寨虽是山匪，却也知晓什么是大义。敌军当前，谈什么拖累？我对苍木寨的承诺一直有效。记着。长公主说的没错，末将搜城发现了10几名朔漠人。将士们备了薄酒，赏你好歹是喝一杯青乌酒以后再走吧。将军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们要赶往云中郡，耽搁不得。殿下，哎，丫头着急回家，你来这做什么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诸位的好意，我都心领了。殿下，在去路上吃。乡亲们，大军开拔，切莫挡住道路，耽误行程。好意心领了。大人，太傅到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谢大人深夜仍在操劳，实乃朝廷栋梁啊。太傅深夜到访，不会只为了夸我几句吧？本官是来贺喜的。
谢大人，望城一役可谓大捷。太傅何出此言？望城大捷是长公主运筹帷幄。当然了，还有九弟冲锋陷阵。不过本官也不敢居功。谢燕来一路护送长公主，助长公主取得望城大捷。那这云中郡的边军呢，便是有望接手了。谢大人，好算计。太傅糊涂了，九弟的禁军统领是陛下亲封的，怎可随意离开皇城？再者说了，边军哪有那么容易接管？对别人或许不易，但是对谢大人来说，不是易如反掌吗？毕竟你那九弟能调动苍木寨山匪为他助战。哎呀，就是不知道他清楚不清楚，自己与那群苍木寨的山匪，在这魏家村的渊源。太傅，有些话说出口，可就是。我与先帝萧景年少相识，曾以为我们会是彼此一生的挚友。萧景说要做明君，我便许诺为他守江山。朔漠集结5万骑兵，云中守将请求增援，让我去。你说什么？云州乃边境要害，不容有失。可我怎能刚登基，就把你派去最危险的地方？正因为你是新君，才更需要一场胜利。卓楚灵任魏将军，统领边军，即日赴任云中郡。那一日，他将代表权力的龙吟宝剑递到我手中，可再利的剑，也斩不断宿命。我步入云中的第一站，便遇见了他。男人小儿，可敢与我一战？朔漠女将军阿兰若英，后来在荒丘，我又见到她为战死的亲军落泪，我才知道，朔漠女罗刹心中不止杀伐。楚将军深夜独行，未带亲卫，就不怕我取你首级祭旗？我今夜前来，不是跟你争吵的，我是想和你聊聊。你我有什么可聊的？止歌。止歌。我独自去见他，送他母亲给我的玉佩，上刻“止歌”2字。他迟疑后，终究接下，并回赠我一只朔漠的骨哨。他说，他愿拼死一试。然他迟疑劝和换来的，却是朔漠王要斩他于2军阵前。我只能将他带回大楚。我告诉他，若朔漠的鹰没有了方向，那便做朵不败的花吧。从此世上没有了阿兰若英，只有我的妻子木棉后。直到楚都的圣旨传来，我的君王要我亲手了断自己的誓言。他说，去母留子是为我的前程，也是为了楚氏全族。你又做什么？